然后 NVIDIA 没有想象中的强，你知道吗？ NVIDIA 在台湾又不是从来没有办公大楼，内湖科学园区就有一栋啊。我们以前上下班的时候有路过，也觉得还好。就那一栋的规模，你说要拉抬整个内湖的房价有吗？并没有发生啊。那为什么这次这个士北科就这么夯？我也不知道哦。在我看起来就是高估了。NVIDIA 好是好，但是它不会永远好下去，你知道？可是 NVIDIA 这间公司真是太厉害了，老黄啊，超级厉害啊！为什么？因为它怎么有办法都这么精准的踩到那个市场发展的大势上啊？就 GPU 这东西，现在它采中的是 AI， 对吗？在之前你知道它采中哪里吗？比特币，挖矿的时候也是 NVIDIA 最强哦，就很夸张了，一路都跟它有关然后它下棋怎么样准。然后现在这个士北科那边，我个人认为还好，因为你可以去看内湖的 NVIDIA 大楼，你说就靠那个大楼，然后要怎样？要整个拉抬内湖的房价，并没有发生啊，就没有啊，所以你说这个士北科会怎么样啊？现在确实疯狂的一面已经出来，大家觉得说 NVIDIA 我管它在哪一块土地，反正就是在这附近，然后我就先去买，在未来可能都有一点点状况哦。我当然希望是 NVIDIA 变成市场的灵药嘛，然后就这样整个都拉上去。但是按我的经验来看，这都有点高估的样子，我的判断高雄在地闲聊鸿海38亿电动车基地落脚桥头，4大原因加房价涨幅预期一次看。先说结论，这4个原因呢，让鸿海决定在桥头盖厂，高雄桥头啦。第一，提高生产效率；第二，离港口近；第三，当地研发能量强劲；第四，高雄市政府大力支持。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架高地板是好选择嘛，装潢的事情那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鸿海要来高雄设厂了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鸿海低调新布局，38亿打造高雄电车基地。那内容是这样鸿海的刘扬伟董事长宣布。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这个父母取名的时候没有，他从小到大被霸凌的次数一定很多，只是现在变成尊贵的鸿海董事长要把美国电动车生产基地移回高雄，未来的基地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那会转移给软银使用。然后高雄厂的地址也确定了，在桥头科学园区敲科啦。现在的鸿华先进桥头的一厂旁边就是这个画红框的地方。然后这次的投资案金额是38亿，就看这个鸿海的投资案能不能再拉动一波桥头的声量，这样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但是就是声量而已。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鸿海要选桥头，我们也来讲一下为什么鸿海会选择桥头来设厂，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提高生产效率，就本来桥头一厂就已经在做电动巴士他真的很聪明电动巴士叫 Model T。那旁边的新厂专门做电动的汽车，就可以互相协调资源。它有一个版本就是学特斯拉嘛特斯拉就是 Model 3然后 Model S Model X 这种拼起来那个字，好像有 Model Y 拼起来那个字叫 sexy， 可是那个 Model 3这个被人家为什么他不用 Model 1就被人家注册走。然后鸿海也有学，就 Model T 然后它有一个版本叫 Model B 就妈的对，很夸张那都变成那个国外的笑料中国那边的笑梗。那第二是距离港口很近，高雄港离桥头不远所以它之后要整车出口也比较方便。可是它面对的冲击就是那个特斯拉特斯拉它旗下现在有电动巴士的业务了嘛，它不叫 Rubber Van 他们自己美国人在念，我看影片他们都念那个 Rebarvan 就是一个无人现在有一个 Rubber Taxi 嘛，2人座的那个小车那现在有那个大车坐20个人他说可以坐15到20人的巴士 Rebarvan 那这个看鸿海不是代工最强了吗？他干脆拿来给鸿海代工好了。你今天是代工电动汽车的话，鸿海完全有办法。你要传统车厂什么变速箱然后什么有的没的，那个都还有工业的壁垒。但是以这个电机纯电机的这个电车市场来说，鸿海代工真的没什么问题。在第三，当地研发能量强劲除了鸿海旗下的鸿华先进科技以外，台湾在做电动车相关零组件的各个巨头，像是国巨、顺义汽车、成大精机也都在桥头设厂，所以它产业链都绑在那边日月光未来也会跟上，所以在那边设厂这个非常合情合理。就像五股就会出现一个叫家具街这种东西。
第4点，高雄市政府大力支持。就像我们之前在高新大厂涌入，房价要爆冲，这支影片讲的，只要公司愿意来高雄投资，高雄市政府就会非常积极协助。高雄市政府旗下的经济发展局真的是就帮你开绿灯就对了。你看这篇2023年3月发布的新闻，看我划线的地方，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先生在拜会时再次推崇高雄市政府行政效率高，并且会提到大力推动电动车产业在高雄的发展。对啊，鸿海董事长亲自讲，他也觉得高雄市政府招商服务做得很好。你要说这是场面话，但为什么其他县市长没被他说这个场面话？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怎样把美国的工厂移回来，很厉害这是对我们高雄市政府非常有信心嘛。不要忘了现在 Trump 的关税大刀还在那边无限2州之数，还没有真正落下来。那鸿海这样算一算以后，还是觉得在台湾设厂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最后你要知道对高雄房地产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也来讲一下这个鸿海设厂会怎么影响高雄房市。我的看法是这样，鸿海这次要盖的桥头电动车基地只花38亿，对比台积电在楠梓的上兆的投资看起来是有点小打小闹，所以能够实际刺激到当地就业市场的幅度，我个人认为是相当有限的。但是房地产的自产投资都有一个很常见的状况是怎么样？市场预期心理很强，非常的强夸张的强，那个强到都会让那个没有去做功课的自产客们都会错估那个形势。例如说 Nvidia 辉达不是说要落脚士北科吗？这个消息一出，士北科那边的预售马上被扫掉一大片。你看这个新闻标题就好，辉达宅成台北市房市灵药，这不是灵药吧？这是春药了吧？我靠！北市科预售屋交易量年增近 75%， 下半年成交单位看这价位，对啊，消息一出来，预售的交易量直接就暴涨。那我问你，他要入驻哪一块地？什么时候会进来？预计人口规模会达到多少人？高雄的工程师有多少？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啊！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 ，Nvidia 属意的 T17、T18 基地，现在是星光拿走，然后台北市政府现在就来瞧，跟星光看怎么瞧，把土地拿回来给 Nvidia 这样。那你说中间有没有可能有变数？有啊，怎么没有？但是预售就已经卖的不要了，预期心理啊。那同样的鸿海在桥头设电动车基地，虽然投资的规模不大，那是不是可以被解读成，第一，会有更多产业进驻桥头，因为老大都来了，鸿海都来了第二，未来会有更多电动车供应链的上下游厂商也都要去进驻桥头，就是嘛，那就会提升自产客对桥头未来发展的信心指数，有机会让桥头的房价再跟往上发展。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新闻消息面的炒作在房地产这边很容易被高估那这次的投资38亿，然后鸿海早就有投资在那个早就在博二，在过去就大港桥过去那边就有办公室啦。那你看那边现在有因为这样有什么爆新的发展吗？其实也还好，对不对？所以这对桥头来说当然是个好现象，但是你也不需要太过高估这件事情。以这个鸿海来设这个厂我都没有觉得有需要去拍一集会员影片如果真的未来还有什么比较大规模的变数，我就认为这个稳了，好，那我就会拍会员影片了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里面就要看哪些重大建设、民间重大的投资会剧烈的拉抬旁边中古屋的房价，甚至连低估的中古社区我都会直接把它讲出来。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什么企业入驻高雄会是房市新的震撼弹，会剧烈的拉抬高雄房地产？ A. 特斯拉也跑来设厂， B. 迪士尼乐园跑进来， C. 高雄最大赌场上线咯。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
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了。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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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了。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拜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市场的预期心理往往会过分高估一个什么什么投资案这种东西，粗暴的案例数不胜数，真的是那比方说什么淡海新市镇，讲多久了？讲了20年了。那个巴黎大桥现在终于要通了，说明年3月会通。这个就是市场预期心理的严重高估。这个巴黎大桥会不会盖？一定会盖绝对会盖。中央换颜色它也要盖，可是就是可以拖那么久。一拖那么久拖到那边完了我也不要咯然后大家就会先做其他的地方。变成说当初看那个巴黎大桥淡水就变成说捷运红线就会变成说这个是台北市能够沟通到的一个房价的低谷凹陷区，又有巴黎大桥这不错高估了，高估到现在终于才有爬起来一点点的样子。你现在在那边的中古你买得到20几就这样这个就是我说即使有重大建设也不要盲目乐观，我们要去算什么？算它可能会带来的潜在买方有多少。像 Nvidia就 OK， 然后 Nvidia 没有想象中的强，你知道吗？ Nvidia 在台湾又不是从来没有办公大楼，内湖科学园区就有一栋我们以前上下班的时候也路过，也觉得还好，就那一栋的规模，你说要拉抬整个内湖的房价有吗？并没有发生那为什么这次这个四北科就这么夯？我也不知道在我看起来就是高估了。Nvidia 好是好，但是它不会永远好下去，你知道。可是 Nvidia 这间公司真是太厉害了，老黄超级厉害为什么？因为它怎么有办法都这么精准的踩到那个市场发展的大势上就 GPU 这东西。现在它踩中的是 AI 对吗？在之前你知道它踩中哪里吗？比特币挖矿的时候也是 Nvidia 最强就很夸张了，一路都跟它有关然后它下棋怎么样准。然后现在这个市北科那边，我个人认为还好，因为你可以去看内湖的 Nvidia 大楼，你说就靠那个大楼，然后要怎样？要整个拉抬内湖的房价，并没有发生就没有所以你说这个市北科会怎么样现在确实疯狂的一面已经出来，大家觉得说 Nvidia 我管它在哪一块土地，反正就是在这附近然后我就先去买，在未来可能都有一点点状况我当然希望是 Nvidia 变成市场的灵药嘛，它就这样整个都拉上去，但是按我的经验来看，这都有点高估的样子，我的判断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
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